那今天这个购买楼花的话题啊，我们是想首先呢，通过这个购买楼花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的每一步呢，我们想去跟您分享一下在这一个购买步骤当中有哪一些风险是需要您去提前知道的，或者是说需要去提醒到您，或者是说您需要具备的相关的知识。那我们呢，就接下来一步一步先来跟您去分享这个流程以及当中的风险。那我们想先来问一下 Vicky 购买楼花的基本流程当中，通常第一步都是什么呢 Vicky？ 那第一步首先是肯定是要先是选房，要看看哪一个房子是你自己喜欢的。那通常我们都会说怎么选房呢？那我会建议大家是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你在决定在购买之前呢，是可以先请银行去进行一个估价的，然后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就是说这个开发商所定的价格和这个市场的价格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尽可能多的去了解这个市场行情。然后在购买之前呢，最好就是多看几家。我们之前经常也跟观众朋友们说，货比三家，对，这个买房也是一样，多走走，多看看，多向管理人员问一下具体的一些，譬如说有没有什么垃圾处理费用啊，有没有什么污水处理费用啊，物业费是多少啊，多了解一下这个房产的优势是什么。但是也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房产的劣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地方特别是公寓楼，它可能会有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之类的，这个可能是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有可能是它的物业费会比较高，你要具体的先了解一下。你做了了解之后呢，你可能要跟银行也进行一个交涉，就是看看自己的预算到底能负担多少，尽可能你在看房子的时候要在自己的预算范围之内，不然的话到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支付不了这个费用，可能就会造成违约的一个情况。在购房之前的这个选房的阶段，您就尽可能去跟开发商也好去跟银行，他们可以给您估价，包括购买房子以后产生的各种费用、物业费，方方面面的您都要去做一个全面的去了解，最终呢才去考虑进入到购房的这个阶段。下一步我们进入到哪一个购买的步骤了 Vicky？ 如果房子看好的话，那下一步就是要签订购房的一个买卖的合同。签订这个合同呢，它是会有一个冷静期的。那么从这个2019年12月1日开始呢，买家他是有这个10个工作日的一个冷静期。在这之前呢，它是5个工作日。那么如果购买者想在这个冷静期内退出购买，不想再履行这个合同的义务了，那他会丧失购买价格的 0.25%。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冷静期是签了合同之后，它有10个工作日的一个冷静期，而不是说签合同之前。是签订这个购房合同以后进入到这个冷静期，那么购房者可以在这个阶段当中考虑是不是要去停止购买或者是反悔这个合同，但是一旦过了这个冷静期，这个合同就正式生效了。那购房者如果这个时候想反悔，就算是购房者买家这边违约了。好，谢谢 Vicky。这个冷静期呢，它是买方可以直接说缩短这个冷静期，或者说是不要这个冷静期，但是前提是买方的律师要提供一个证明，并且买方的律师要向这个买方去解释这个合同，并且更改冷静期的一个后果。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哪一步的购买流程了呢 Vicky？ 上面就讲到这个购房的合同。购房合同它是一个有法律效益的一个文件，我们一直都说凡是像这种有法律效益的文件呢，作为买家都是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准确的去了解购买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自己看不懂这个合同的话，通常这个合同它不是一页纸就可以看完的，它可能是很多页，特别是像买这个楼花，它可能厚厚的一本合同。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去寻求一些法律的意见，然后让他们这个律师帮你们去仔细的检查这个合同的一些条件、合同的一些条款，以及如果要退出合同的话，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那特别是在这个我们买楼花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选择更改一些装饰面呢？譬如厨房啊、浴室里面的瓷砖啊，能不能更换呢？又或者说是有没有人选择呀？又或者说是能不能在这个施工期间去参观现场啊？那如果是这个施工延迟或者设计被更改，作为这个买家有什么权利？那在施工期间能不能将这个房产转给其他人？又或者说是开发商可不可以随意的去更改这个房产的设计？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所以建议买家一定要寻找一个就是有资质的律师，去专门的去帮你去阅读这个合同，获得相关的建议之后，才正式的去签订这个合同。所以每次这个交易当中，尤其是咱们买房当中，这个购房合同是最重要的了。建议您呢去寻找专业的律师，帮助您逐条去帮助您去过这个合同，最终确定万无一失，没有问题了，您再去签下您的这个名字。那在这个签订合同以后，接下来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Vicky？ 那签完合同之后呢，就是要预交这个房子的首付了。那么通常来说呢，这个开发商会要求买家支付5%到10%的定金，放到这个信托账户上面。而且在这个购房的这个合同里面会标明这笔钱它放到这个信托账户期间收到的利息会如何的去分配，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些呢都还是要请你的律师去帮你解释一遍，然后你清楚了，这样子就是做到万无一失。这个房产首付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以后，那这个楼花可能它已经进入到这个工期快结束了，提前几个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要去具体的开始操作申请贷款了呢 Vicky？ 是的，当然我们还是说在你正式签合同之前，最好就是要进行一个那种银行一般会给这个买家做一个预批 pre-approval， 因为很多时候有可能在交割的时候，就是也有一些买家仍然是贷不到款的。为了避免这个风险发生呢，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在这个交割的半年前提前的去跟银行联系，提前的去咨询，如果贷款不成功的话，那还有时间去补救、转售或者说是筹资。如果是距离交割的截止日期不足1个月，又或者说是不足1个星期，这个时候应该尽快的去跟这个开发商去联系，去尝试去要一个就是延期。因为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咨询还有投诉，说开发商就是太不道义了做的，也不顾及现在这个全球的情况，然后贷款迟迟不下来，开发商也不愿意延期。那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些咨询，这个其实不能够怪这个开发商，因为在合同上面已经白纸黑字写了什么时候要交房。那如果你这个贷款下不来的话，那实际上是属于这个买家的一个违约。那如果是真的无法成交的话呢，那开发商会按照合同在交房日期之后会收取在信托账户中收的那 5% 或 10% 的一个定金，然后开发商会将房屋再次回收，再进行出售。刚才 Vicky 你也提到了说银行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对房产的一个估值啊。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他说购买房产的价值开发商给出的说是比如说是70万澳币啊，但是呢请到这个估价师以后呢，评估房子可能是为55万，就是少了10多万，所以呢银行给他这个贷款的金额是低于他这个购房者的预期，可能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困难。那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这样的朋友可以去做哪些提早的准备呢 Vicky？那么购买楼花的风险它为什么会比购买就是现房大呢？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交割的这个风险，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会涨起来，但是也有可能跌下去，像这个朋友的情况一样，可能遇到疫情了，一下子这个价格就下跌了。由于买的是楼花，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贷款机构它会在楼花竣工之前给出一个确实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评估，所以通常基本上是到差不多接近交割的时候才给你一个最后的一个估价。像我们前面讲到了，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还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楼花的话呢，首先要先找银行做一个预批，做一个 pre-approval， 看看就自己能借多少钱。那如果是借不到这么多钱的话，有没有别的办法进行补救？譬如说是去找别人借钱啊，又或者说是你要看看合同上面，跟律师问一下，这合同上面有没有写到说可不可以将这个房子进行转售啊，各种方法都要想一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跟这个开发商进行联系，虽然合同上面有明确规定了说就是买家必须要在交割之前然后把这个贷款做下来，但是呢如果直接跟开发商联系要求延期，通常开发商也不会为了一点点利益说去伤害客户的。因为如果是毁约的话呢，如果发生民事纠纷的话呀，这个楼房也不能进行出售，但是损失的也是开发商，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及时的跟开发商去进行交谈，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帮你延期，然后你再找别的方法筹资，
或者说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楼花进行转售。转售这个也要看当时这个购房合同当中具体细节是怎么说的哈，才能够看它到底能不能转售。假设我们这个贷款呢是比较成功的拿到手了，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顺利的交割了，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又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Vicky？ 通常楼花的交割日期它是根据竣工的日期来决定的，只要这个最终的这个审批通过了，产权办事处它会为每个房产开出这个独立的产权，那么开发商他为了尽快的这个回收资金呢，都会将这个交割的日期定于14日后，有些会延期到30天，大部分都是取决于你的合同还有开发商。如果你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资金，像我们刚刚说的要提前跟这个开发商进行商议，进行延期，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交割的话，有可能会面临罚款，因为合同上面也有可能会说你是如果耽搁了一天，可能要交多少钱的一个罚款。看来这个具体当中每一步当中牵扯到很多细节，都是跟这个购房合同有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购房合同。每一个细节作为购房者，您这边是不是清楚，或者是说您是不是有什么异议？一旦签订这个合同，一切都要照这个合同去办事儿了。你刚刚讲的是交割，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建房。那大多数楼花的合同它会包含一个条款，就是允许买方在最终的交割前对这个房产进行检查，这其实就是提供给买家一个机会去检查所建成的这个房产它有没有任何的缺陷，或者有没有跟所签合同的内容有差异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去完成相关的检查，可以约上朋友啊、家人来一起去验房，你也可以去请专门的一个有资质的验房师陪同你一起去验楼，或者是代替你完成整个验房工作。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尽可能将这个验房的时间安排在中午，以确保就是有明亮的自然光，带上一些手电筒啊，带上一些电源插头啊，去看看里面的一些电线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OK， 基本上我们进行到验房和交房这一步，是不是这个购买楼花的一个基本的从头到尾的流程就完成了呢 Vicky？ 如果就是验房没有问题，交房都没有问题的话，之后开发商会收到银行的全款，那么购房就正式完成了。OK， 所以这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基本的您购买楼花的一个过程，以及当中涉及到每一个购买步骤。刚才 Vicky 也跟您进行了一个风险提示啊，包括有一些小贴士，怎么样去提前避免这些风险。谢谢 Vicky。那对于这个购买楼花，有可能会需要缴纳哪些费用呢？ Vicky 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吗？大部分呢，我们从银行来说，银行的话呢，它可能会向贷款人收取一些什么开户费用啊，或者说是你要去请银行去进行估价，它可能会收一个评估费啊、估价费啊，这是银行这方面了。另外呢，有可能因为你要聘请律师帮你去看合同，进行交涉、交房、交割这一部分，那你要给这个律师费。同样呢，你楼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印花税，你有可能是要交的。成交之后你还有可能面临着譬如说什么物业管理费啊、市政费啊、水费啊等等，所以大概的会涉及到的这些种类的费用呢